你们两个做事果决，可是本性善良，很多时候容易低估了人性之恶。朕不一样，当初朕的和兄弟们便是经历过厮杀，最后才坐上了这位置。之前朕也不解，傅渊蛊惑了白月长公主，在那边手握实权，为什么还要冒险亲自到大周朝，还不惜割弃8座城池来救出傅离？如今看来，不是他想来，而是他非来不可。也就是说，傅离手中有着制衡他的筹码。父皇这样说极为有理，可单单是一个儿子，足以要挟到他吗？一个儿子还是太轻了，那么还能有什么？除了傅衍乃嬷嬷的证实，我还收到了百里竹峰的信件。他们在找到二舅舅尸骨的地方，发现了另外一名女子活动的痕迹。经过调查，就是傅衍。人证物证俱全，那就必定错不了。这傅衍既然还活着，又知晓了傅家被满门抄斩的事情，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要尽快把这人找出来，不能够让他在暗中生事。这些时日，儿臣一直暗中寻找，可却没有此人丝毫的踪迹。根据百里竹峰送来这信件之中所言，这傅衍被火烧了真容，整个人面目全非，加上失踪多年，他若是心有隐藏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再想找着他就更不容易。不过请父皇放心，儿臣会多加派人手的。好，需要多少人你自己尽管去调用，可以先斩后奏，不必事事都请示于朕。是，多谢父皇的信任。傅家上上下下竟全部是狼子野心之辈，朕本以为傅离和傅渊足够大逆不道了，没想到还有个残害我大周筑师的傅衍。如果师兄还活着，即便再加上一个枪族，我大周又有何惧？来人，快来人，立刻派人去推了傅家祖坟，尤其是埋葬着傅衍的那座坟，给朕把棺材刨出来，用火烧了。哎，是四叔叔，娘亲，快看，是四叔叔！四叔叔！乖乖宝贝，你们怎么出来了？快到阴凉的地方坐，外面太阳大，别晒到了。景木，你们这是？莫姐姐，你来了。家里实在是没有米下锅了，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做些小买卖。府中的池塘里养了不少荷花，如今开得正盛，所以我们便做了点荷叶茶和竹叶茶，1文钱1碗，生意倒也还不错。四叔叔，你生病了吗？是啊，四叔叔生病了，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八宝不用担心。四叔叔是不是没有好好吃药？四叔叔，你的确是瘦了很多，你是不是怕苦，所以没有按时吃药？我没有。四叔叔，怕苦不丢人的。周周告诉你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吃苦苦的药之后可以吃糖糕。不过糖糕也不能多吃，因为会有小虫子来吃你的牙齿，所以吃完了糖糕你要记得去刷牙，不然皇爷爷和祖母会打屁屁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四叔叔记下了。秦牧，八宝和周周好不容易能够休息一天，要不你替我带他们到街上去走走？哎呀，我陪他们一路走过来，脚都走疼了。好，四叔叔带你们去玩。婉婉姐，你刚刚拦着我做什么？我也想跟八宝和周周玩。难得公子有心情出去走走，就先将八宝和周周让给他吧。木姐姐，你来尝尝我们煮的凉茶吗？可好喝了。好啊，正好一路走过来，口渴了。四叔叔，你快看，是糖糕哎！是糖糕，八宝和周周想吃吗？四叔叔请你们。八宝不吃。怎么了？八宝不喜欢吗？四叔叔的钱够吗？放心吧，四叔叔今天挣了不少的铜板，刚好能买2块糖糕，你和周周1人1块。那就不吃了。那周周也不吃了。怎么了？周周不是最喜欢吃糖糕了吗？可是四叔叔手里的钱只能买2块糖糕啊。这样不是正好吗？你们2个1人1块。那四叔叔你怎么办？妹妹说的对，我们2个吃了，四叔叔你要怎么办呢？你也怕苦啊？四叔叔是大人了，大人不怕苦的。大人不是不怕苦，大人是喜欢逞强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娘亲说的。老板，要3个馒头，我四叔叔请客。不用钱的，我请小公子吃馒头。娘亲说了不可以，而且我四叔叔有钱，他自己挣了好多铜板呢，可厉害了。我四叔叔会卖凉茶。四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馒头不好吃吗？
四叔叔这2天眼睛上火，风一吹就要流眼泪。我没事的，馒头好吃吗？好吃的。四叔叔以后会请你们吃很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拉钩，哥，快来拉钩哥！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谁变了谁就变成大旺旺。穆姐姐，你扭头看看，如此大的变化，明显是疯了吧？穆姐姐，你说这活不下去和疯疯癫癫哪个更好些？应该差不多吧。这好端端的人怎么就疯了呢？娘亲姨姨们好，四叔叔请我们吃馒头了。三嫂，我四弟，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诊诊脉？三嫂，我没事，我的病全好了。穆姐姐，公子都说他好了，应该就不用诊脉了。那就好。四弟请了八宝和周周吃馒头，那我这个做三嫂的就请你们去吃午饭吧。反正都欠了三嫂许多银两了，也不差这一顿饭钱。等以后挣足了银子，加倍的给三嫂还回去。三嫂，以前我不懂事，让你和三哥费心了。没什么的，当初我和你三哥有困难，你不是也鼎力相助吗？三嫂说的是，我这条命是三哥三嫂拉回来的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但凡有所需要，我便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弟弟在此以茶代酒，敬三嫂一杯。公子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四叔叔，你跟着2位姨姨回去吧，记得要乖乖的哦，要按时吃药，不能因为怕苦就不吃。好，四叔叔记下了，一定好好吃药。这样才对，四叔叔要记得药不能停。四叔叔的乖乖大宝贝，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四叔叔以前糊涂，竟然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找你们去玩。没关系的，知错能改就是大皇善。妹妹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对，善大着呢。现在看样子，除了精神太过亢奋，倒是没有暴躁的症状。回去之后仔细观察。刚才八宝那句话说的不错，一定要记住，药不能停。莫姐姐放心，他要是敢不吃，晚上我们给他绑了，掰开嘴硬往里灌。三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我准备今天一早入宫向父皇请罪，你觉得呢？四弟，你今天吃药了吗？吃了，还不小心吃多了几颗呢。四弟，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要不然就改天入宫罢了。以前如同被鬼给蒙了眼，直到撞了南墙，撞得头破血流，险些去了大半条命，这才突然醒悟，以前的我真的是做错了太多的事。现在我一心只想弥补，首先这第一件自然是得向父皇道歉。三哥你放心，入宫之后我一定诚心认错，哪怕是被父皇打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辩驳一句惹他生气。也好，那我随你去，这认错的话等着早朝结束，我带着你单独去见父皇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当初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弃了皇子的身份，惹得父皇百般伤心，如今既要认错，自然也应该在文武百官的见证之下，如此才显得有诚意。好，那么就走吧。这是哪个朝廷新进的官员？怎么瞧着如此的眼生？楚醒木这个逆子竟然是入宫了。父皇，儿臣来向父皇认错。你这人毛病还真不小，好端端的怎么随意叫别人爹呀？朕怎么不记得还有你这么个儿子呀？父皇，以前是儿子不懂事，如今儿子前来请罪了。你请什么罪啊？儿子当初为了心中执念，抛弃了皇子的身份，执意要求父皇将儿子贬为庶民，没有顾及到父皇的心情，此为不孝。身为皇子，享受了皇家多年供奉，却因为情爱只顾小家而忘却大义，此为不忠。如今儿臣幡然醒悟，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，还请父皇再给儿子一个机会。你若真的醒悟，自然是好。不过你当初自愿抛弃皇子的身份不要，现在这么一句醒悟，就想着把身份拿回来，世上可是没这般便宜的事情。父皇，儿臣只是想真心的向父皇认错，获得您的原谅。对于皇子的身份并不奢求，只希望父皇不要再因儿子的事情而感慨伤怀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哪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庶人，也一样能够报效家国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之前这个儿子还要死要活着，如今这忽然间变得觉悟这么高，这是忘记吃药还是吃错药了？楚寒霄都摇头了，难不成情况更恶劣？总不能是老四这个逆子命不久矣，如今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了吧？别说，他一心想着自尽，
还真是有这可能。有时起奏，无事退朝。父皇，父皇，您即便是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够拿脚踹啊。那个朕刚才也不是故意的，正想事情整日，想得正专心，忽然间这一个大黑耗子冲了过来。父皇，那是四弟，哪里是什么大耗子呀？景木，你怎么样？除了感觉鼻子矮了点其他的还挺好的。你说你这孩子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动不动就扑过来抱到朕的腿，那朕能不踢你吗？是儿子不好。韩笑，老四他难道是？是啊，父皇想的没错。老四，你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为什么是不早早的告诉父皇啊？父皇，儿臣昨天见了三嫂和八宝、周周，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。见了你三嫂，难怪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儿臣也着实是没想到。你问云兰了吗？还有什么办法治一治的吗？儿臣询问过，可是云兰说她对这方面不是很擅长，也想不出来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如今只能是什么都顺着四弟来吧。老四还这般年轻。父皇，四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朕不怪你了。一会儿朕就下旨恢复你安王的身份。父皇，您这是原谅儿臣了吗？这父子哪里有隔夜的仇啊？我这个当父皇的还能真的稀罕你吗？你能想开了，比什么都好。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情了，今后的每一天都好好的活着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会好好生活，在父皇的膝下尽孝，再不让您费心了。你这个混小子，以前让你爱惜身体你不听，如今你倒是想着在父皇的膝下尽孝，你又能活几天呢？父皇，景木只是脑子受刺激过度，一时间疯了，他应该可以活很久的。疯了？他不是回光返照吗？父皇，三哥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父皇，您以为景木是回光返照，所以才忽然的醒悟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他以前那么执拗，为了那个傅明妃要死要活的，忽然之间过来找我认错，必定是没几日活头，回光返照，大彻大悟了呗。没有，父皇，你想多了。他的身体虽是消瘦，但受云兰给的药调理着，并无大碍。仔细再调养一阵子，就可以彻底恢复了。等等，不是回光返照，那么他怎么忽然间就想开了？这正是儿臣想跟父皇说的，没想到父皇想错了。他之所以可以想开，就是因为人已经疯了。疯了也好，当个疯子总比整天想不开脑子进要好。是啊，父皇，三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没疯，就是突然之间想开了？昨天你三嫂是不是帮你查看过？倒是看过。那还能有错吗？你三嫂什么医术啊？还能误诊了？可是儿臣觉得自己的思绪还挺清晰的，不像是疯了呀。凡事不能凭着自己感觉，要听专业医者的话。你是相信感觉，还是相信你三嫂的医术啊？我肯定是相信三嫂的医术。那就没错了，你就是疯了吗？是吗？父皇，儿臣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，要不再请几个太医帮儿臣瞧瞧？也好，多请几个太医一起帮你治疗啊，说不准就可以让你恢复健康了。回禀皇上，四公子有些气血不足，脾胃失和，不过脉搏倒也还算是平稳，而且体内有一股别样的生机支持着，很快就能够恢复康健了。陈院长，那你有没有诊断出我有什么别的病症？除了身体太过虚弱，导致有些尿频以外，应该没有别的什么了。这个就别说了，我问的是精神方面，我有没有可能是疯了？这四公子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原来帮他看过，说是疯了。那肯定没错，疯了，一定是疯了。你来帮我诊一诊。韩王妃医术高深，诊断的肯定是没错的。四公子你疯了？原来我真的疯了。罢了，你如今都已经是疯了，朕也是懒得再生你的气。父皇，您放心，三嫂都拿儿臣的病没有什么办法，将来是治不好的。儿臣以后会继续疯下去，绝对不会再犯正常时候犯过的错误。说的也是，不过你三嫂可不是一般人。朕听那些太医说了，你三嫂研究起医术来，那可是一看就懂，一点就通。你多注意点儿，别一个不小心就让你三嫂给你治好了。是，父皇放心，儿臣以后如果没有什么大病，尽量不去麻烦三嫂。好啊，瞧瞧，才多长时间呢，就把自己弄成了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朕派个太医去你的府上，盯着你按时吃药，再帮你做一些药膳什么的调理饭。不用，儿臣决定这些时日就赖在皇宫里，跟着八宝和周周一起吃喝。你赖在宫里干什么呀？
爸爸和周周现在要上学，每天时间紧张得很，哪里是有功夫过来理你啊？儿臣虽然性子不着调，但是学问方面还是可以的。儿臣去给八宝和周周当个老师如何？快打住！你自己可以吃几碗饭，难道心里没个数吗？你去给八宝和周周当老师，当个反面典型还差不多。当反面的典型也行啊。儿臣现在都疯了，脸皮厚，也不怕丢人。你不嫌丢人，朕嫌丢人。万一八宝和周周被你带坏了，朕哭都找不着地方。儿臣能够醒悟，多亏了八宝和周周。反正儿臣要留在宫里陪着他们。父皇您要是不乐意的话，儿臣可就躺到地上打滚了。你说什么？撒泼打滚，阴暗扭曲爬行，反正儿臣豁出去了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看朕今天抽不抽死你就完了。父皇，景木还病着呢，您别跟一个疯子计较。就他会疯啊，朕也疯了。朕今天不抽他，心里憋屈的要疯了。父皇，景木身体还没恢复，等他养好了再打就是了。嫌弃账上也不差这1-2天的。至于八宝和周周那里，儿臣会告诉2个孩子，让他们好好照顾一下景木这个四叔叔。还是三哥疼我这就去看一看乖乖八宝和周周，向他们传授一下我当年学习的经验。逆子，看什么看啊？你也是逆子。是，儿臣知道。父皇别生气了。哎呀，周周的脑袋里有线团，好多的线团。乖大孙女，这是怎么着了？什么线团？你吃点心的时候把线吃进去了？皇爷爷，妹妹看着你来回走路，脑袋转晕了。哎，那还好，都怪皇爷爷不好，把我们周周大宝贝都给转晕了。皇爷爷，周周现在好了，那些线团不见了。皇爷爷刚刚在担心什么？八宝可以帮忙吗？这件事情只能是让你们的娘亲出面了，哪怕朕这个皇帝能帮上的忙都十分有限。为什么非得让娘亲出面？因为娘亲是女孩子吗？不是，倒不是因为性别，而是有人质疑你娘亲的医术。那八宝可以帮忙啊。难不成八宝还懂医术吗？懂啊。就是说嘛，你小年纪肯定是不……等一下，八宝乖，你懂医术？皇爷爷，哥哥可厉害了，娘亲的那些书，哥哥看一遍就记住了。哥哥还能给人看病，周周吃多了点心，肚子疼，也是哥哥帮我按摩的。哥哥说了，吃撑这件事不能说的。八宝，你真懂医术？略懂。来人，立刻把太医院的张院正等，不光是张院正，再选其余几名当值的太医一并过来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让臣等和小郡王比试一下医术？朕让你们比，认真的比过就是，别现在这不以为意，待会儿输得一塌糊涂的。小郡王，不知道您的医术是跟着谁学的，又比较擅长哪一科呢？张院正，我的医术是跟着娘亲学的。若说擅长哪一科的话，应该是全科。那不妨我们先考一下论证，小郡王意下如何？好了，八宝说了许多了，嗓子该疼了，快喝些燕窝粥缓缓啊。皇上，小郡王实乃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单是医术论证，我等着实比不过小郡王啊。那是自然了，也不看谁的孙子。要朕说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该好好的反思反思。多大年纪了？朕的乖孙子多大了？你们研究那么多年医术，朕的乖孙子不过是4岁，可是这差距嘛，云泥之别呀。好了，你们也不必过分的纠结。八宝是朕的皇孙，是我们老楚家的血脉，又是天降福星，是身负大气运的人，自然并非常人可比的。朕的皇孙如此优秀，那么以后的医术争锋，是不是可以让他也上去露面啊？皇上英明啊！底下那一帮居心叵测之人，闹出了这么大动静，这比试肯定不是一场就结束的。若是每一场都由云兰自己来，未免是太给面子了。到时候让八宝上，那些人如果是赢了，他们胜之不武；若是平局，就是跟4岁孩子一个水平；若是输了，那就太好笑了。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把大牙给笑掉了。皇上真英明啊！八宝，外面的那些人，娘亲能够应付，你不必为了娘亲。八宝没有勉强，八宝就是在帮娘亲出气。八宝要把那些瞧不起娘亲的人通通踩到脚底下。好，那这几日八宝就好好准备准备。娘亲那里还有一部分医书，一会儿让人拿过来，你翻一翻。好。你们瞧瞧，韩王妃这边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韩王虽然有战神之称，可丝毫不懂得诊病法。2个小娃娃就更儿戏了，虽然长得是浴血可爱，但是可爱又不能治病啊。谁说不是呢？后面坐着的2个都是太医，那个年轻的瞧着顶多20出头，还是个新手，
唯独张院长还有几分医术高深的样子。就那么一个人，如何能和济世堂的大夫们相比呢？你们瞧瞧，济世堂这边一看便是人才济济。韩王妃有理，王妃就找了这么几个人，这是主动认输了吗？小子，该你派上用场了。师傅，这样不好吧？你说什么？这位公子说错了，我是不打算上场的。临到场上又怯场，不敢比了。你等一下哈，韩王妃，你能站起来一下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论医术，在座各位都是垃圾，用得着大张旗鼓的来人和你们比试吗？韩王妃只要略微出手就已经是极限了，等着被打得落花流水吧，垃圾们！好了，韩王妃，您请坐。你，庶子，你怎敢如此大放厥词，简直是不知所谓！反弹，你也是学医的，小小年纪怎么不知道尊师重道呢？你倒是不年轻了，就是不怎么会说人话。黄口小儿不懂礼仪。反弹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？就是，我们好歹也是沉浸医术多年的前辈，这般无礼，实在是不堪学医。反弹，全部反弹！诸位都是学医的，应该知道呢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没人替的道理，怎么还这么暴躁呢？你们这修身养性的功夫不到家呀！一把年纪了，火力太旺，转头给自己多灌点凉茶。毕竟这研究医术那么多年了，还没把修身养性这几个字学明白，实在是废柴啊！师傅，刚才我是发挥的不太好。没有，你发挥的恰到好处。韩王妃，这场比试比的应该是医术，而不是谁的嘴皮子耍得利索吧？你是何人？这位是我们济世堂专门请来的神医妙手吴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春来这个名字很好，就是配上这个姓吧。那个，诸位不用管我啊，我真笑点就跟狗屎一样。哎，我不是说你们像狗屎啊，我就是觉得，那个算了，你们忽视我就是了。韩王妃，吴神医的名号可是响彻江南的。哦，我在江南也小有名气。吴神医可是师承前朝医仙，本王妃的师公乃是当今鬼手医圣。这些东西比来比去的没什么意思，到底还是要在医术上见真章。行吧，比医术就比医术，省得再说下去又气晕几个就不好了。之前我们约定好，每个人寻找5个病人，互相给对方的人医治，只是如此一来未免显得太过于单调。既然要比试，自然要比得全面，如此才能确定到底谁是花架子。韩王妃以为呢？要比试的是你们，随意更改规则的又是你们。不过本王妃倒是无所谓，说吧，要怎么比才显得全面？这第一项比试自然是要比辨认药材，韩王妃以为如何？可以。韩王妃，请吧。韩王妃若是知难而退，可以直接认输啊，正好也能节约时间来进行下一步的比试。这些都是药材，小郡王可不要乱动啊。韩王妃该不会是知道自己必输无疑，所以让自己的儿子上前，故意将药价打翻，好毁了这场比试吧？那可就说不准了。爹爹爸，这一关考的是辨认药材，可是要爹爹帮着你把盖子打开。韩王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让一个孩子去辨认药材吗？儿戏，实在是儿戏。那孩子不过4岁，字都没认识全呢，怎么可能会认识药材呢？韩王妃，我们这场比试可是很正经严肃的，本事不如人直接认输就是了，这不丢人。可是输不起，直接派一个孩子上前捣乱，那脸皮未免就太厚了。都闭嘴！谁敢打扰我哥哥，就把他拖下去，让急先锋咬他的嘴。是，谨遵招降郡主令。瑞影哥哥，我说，你来帮我把这些盒子换个位置。是。第5排第2个和第3排第4个交换，第5排第4个和第1排第3个交换。这是在做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耍着玩了。真是胡闹啊！好啦，换完了。这些药材既是你们找来的，想来应该全部都认识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那找个人上来同我比一比，看看我们谁能更加精准的说出每个盒子里装的都是什么。怎么，连我一个小孩都怕？小郡王，你确定？没错，为了防止你们说我作弊，我可以先说药材的名字，你们济世堂的人后面说，我说一种，他说一种。好了，小郡王先辨认吧。
那就从第5排第1个横着开始。第1个盒子里装的是鱼脑石，该你了，你说是什么？小郡王，你连看都没看，盒子的盖儿都还没有打开呢。你辨认药材还需要看吗？那不是闻一闻就知道吗？啊，不可能，小郡王该不会是胡乱的说了一味药材来蒙我的吧？我说呢，怎么可能闻闻味道就能分辨药材？一定是胡说了一味药材的名字来应付了事。就是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怎么能如此的心存侥幸呢？医术一道，最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，可容不下半点的马虎。本王今天才知道，你们济世堂大夫一个个皆是可以口吐莲花。韩王殿下误会了，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。怎么会？我看你们随意污蔑人的本领倒是大得很，当着本王以及众多官员的面都如此不知道收敛，可想而知这私底下是何等的猖狂。去把那盒子打开，给在场众人看看，里面这药材是不是鱼脑石？是鱼脑石，真的是鱼脑石。这太神奇了，闻闻味道就能分辨药材吗？鱼脑石味道很大，你都没闻出来吗？那说第2个盒子里面装的是海金沙。没错，里面的确是海金沙。哟，本事不如人，直接认输，这不丢人。可30好几的人了，辨认药材的本领却比不过4岁的小郡王，不承认不说了，还学人家说话，那脸皮可太厚了啊！什么学舌？我可没有。海金沙的味道极为的好分辨，味道甘甜，而且带着一股咸味儿，和鱼脑石一样，都有通利湿热、清淋止痛的效果。这位老大叔，你确定吗？这位老大叔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要再凑到盒子那边仔细闻一闻吗？其实我刚刚闻错了，这个盒子里装的应该是黄柏，这个盒子里装的应该是黄柏。黄柏你知道吗？也是用来治疗淋症的。这2种药材的味道的确是有些许的相似之处，我刚才也闻错了，这盒子里面装的是黄柏，我确定。哼，我骗你的，其实我第一次没闻错，这里面装的就是海金沙。哥哥厉害，哥哥好棒，哥哥打败学舌的大坏蛋。原本我以为这济世堂的大夫只是有医术却没有医德，如今看来真是连医术都不行了。一个小孩子都可以通过味道来分别出药材的种类，学了那么久医术的大人却做不到，反调转过头来在一个小孩的身上耍心机，怎么好意思舔那个大脸继续活着的？就是，连4岁的孩子都比不过，赶紧滚回家里面去种红薯吧。这话说的不对，红薯不要面子的吗？被这样厚脸皮的人种，那还不直接羞愧的死地里啊！这才说到第2味药材呢，不继续比了吗？我还以为这些药材都是你们自己找来的，每个人应该都对他们极为熟悉才是呢。没想到连最基本的根据气味判断药材都做不到，你们好笨呢！你们连我哥哥都比不过，怎么好意思找我娘亲比试的？哥哥的医术就是娘亲闲着没事的时候教的，哥哥都还没有正经学呢。你们不行哦，非常非常的不行，狒。妹妹，他们虽然没有自知之明，可还是有优点的。什么优点？志向远大。小郡主，小郡王的意思是说呢，济世堂这些人就像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，分明肚子里是没什么东西，反倒这一心想着跟韩王妃一较高低，可不就是志向远大吗？癞蛤蟆好丑的，周周不喜欢。这第1场比试还要继续吗？吴神医，你的意思呢？韩王府的小郡王，小小年纪便能够通过气味来分辨药材，这天分实在是万中无一。能有这样的好苗子，是整个杏林界的幸运。这第1场比试就到这里吧，就当作是我们济世堂输了。呵呵，刚才只以为你们是志向远大，没想到竟还厚颜无耻。赢了就是赢了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什么叫做就当做你们输了？八宝，把其余的药材名字给济世堂的诸位大夫说一说。阴钱草、车前子、通草、扁絮，这3个盒子并没有什么味道，因此不能通过味道来分辨具体的种类。月影哥哥，帮我将盒子打开，这几种矿石的确也能入药，就是很少会用到了。刚才是我一时口误，这第1场比试的确是济世堂输了，我们甘拜下风。那第2场比什么？比医术典籍。身为医者要博览群书，记住各种病症以及相应的药方，如此。这次谁来跟我比？
你们谁来跟我比啊？快说快说！还请小郡王稍等，我们商议一下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们要是挑不出什么人来的话，干脆一起上好啦。你们刚刚不是一副很着急的样子吗？怎么现在让你们一起上，来节约时间又不肯了？这脸放在外面不是给别人打的吗？早打晚打都是打，你们想开点儿，能被我们小郡王打，也是你们上辈子祖坟冒青烟了。不想比就直接认输，不要在这里拖延时间了。蓝爷，你看，吴神医不着急，好戏都在后头呢。说起来，别管是辨认药材，还是背诵医书，不过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本事，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如何治病，不是吗？好，那就比吧。你们继续说方子，怎么不说了？这第2场比试，也就是小郡王赢了。小郡王威武霸气啊！小郡王天下无敌。还请在场的诸位安静，这第3场比试才是重中之重。韩王妃，请把小郡王带下去吧。第3场不是比治病吗？让我家八宝来吧，他对看诊也有些研究。没错，我替娘亲出手，把你们通通打趴下。这恐怕不行。韩王妃难道忘了，在宫门口您可是亲口答应自己上场比试的。再说了，韩王妃之前还说自己颇有些名声，现在总不能一直躲在一个孩子身后吧？既然吴神医都说了，我再不上场恐怕难以服众。宝宝乖乖，你过来休息一下，吃点点心吧。娘亲速战速决，待会儿我们就回去了。娘亲加油！把你们找好的病人带上来吧。前2项比试都是我们济世堂提出的，这最后1项比试理应该由韩王妃先把病人叫上来，免得我们济世堂赢了，还有人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，很不公平。行，那就按照这位吴神医说的来做。瑞影，病人你找好了吗？回禀王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找了5个人。好，将5位病人请过来吧。韩王妃这是瞧不起谁呢？这5个人都不用过多的诊脉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得了什么样的病症，就这也值得拿出来比试吗？就是，这还有什么好比的？如此简单的病，我都不屑于出手。诸位都是当了多年医者的，难道在你们眼中，这生病还病出个3、6、9等来？一眼就能看出什么病症的人，不值得你们出手医治？若你们人人都这般想，我看这济世堂还是早日关门的好。韩王妃不要小题大做了，我们并没有瞧不起病人的意思，只是觉得王妃没有认真对待这次的比试。你们倒是认真对待了，只可惜输了个彻底。若真是对医术如此苛求认真，那回头就多闻一闻药材的味道，多看一看医书，而不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争名夺利，如何与他人比试上面。好，韩王妃说的很对，上京那么多百姓，每天都会有很多人生病，尤其是碰上了冬日严寒难熬的季节，得了风寒的人更是一抓一大把。风寒这本是普通病症，可也是会死很多人的。今年这冬天，因为有着无极堂的存在，因风寒而死的人减少了大半，能把这最普通的病症给治好了、治精了，同样是难得的本事。这位老哥说得好啊，没想到老哥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子，竟也懂得这般道理。回头啊，一定去我的府上，我们好好的喝一杯。喝酒就算了。嘿嘿，老大哥，你不认识我吧？我是修国公，是韩王妃的爹爹。你瞧见了不？韩王妃那是我的乖乖女儿。我告诉你，她可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孩子。我儿子那也是顶好的。老大哥的儿子多大了？可有婚配？国公爷不要和我当家的计较，我在一旁看着也觉得韩王妃极好。我们已经诊完了脉，开好了方子，还请韩王妃评判一下吧。下官看这张方子倒是对症。的确是对症。把那5个病人抬上来。抬上来？这是连走都不能走了。看来济世堂为了赢得这场比试，可真是绞尽脑汁啊。是啊，韩王妃找到的病人患的都是普通常见的病症，可到了济世堂这边，病人都是用抬上来的，想必定是病入膏肓了。这可是医术的比试，自然就要拿出全部的实力。只看普通的病症，能比出高低来吗？分明是韩王妃不重视这场比赛，你们还赞同起来了，真是好笑啊。是啊，普通的病症，别说是韩王妃了，就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，大约都知道该吃什么药才能好。既要在医术上现真章，那就应该挑选一些疑难杂症，如此才能确定谁才是有真本事。
八宝和周周有些困倦了。华健，你将2个孩子带下去休息。八宝，你身体不好，刚才比试又耗费了心力，待会儿下去之后别忘了吃药。娘亲放心，周周会盯着哥哥吃药的。我好难受，喘不过气来，救命！这位太医，你要做什么？这些病人是我们为韩王妃准备的，而你之前便说了，自己不是过来比试的。既如此，就不要随意插手，以免影响了比试的结果。你们没看到这位病人情况危机吗？韩王妃只有1个人，不可能同时给5个人治病的。我身为医者，怎么能看着病人身陷险境而不出手救治的？医者每天要给许多人看病，首先要分清的就是轻重缓急。韩王妃医术那么高深，更应该明白这一点才是。他都不着急，你着急什么？你们找过来5个快病死的人，让韩王妃来诊治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们心里清楚。不就是他们5个已经病入膏肓了，随手生命危险吗？看他们这样子，分明是之前没有用药控制。你们不就是想着让韩王妃救治不及，最好死伤1、2个，好败坏王妃的名声吗？你这个小年轻，可不要含血喷人呐！我们也是昨日才找到了这些病人，什么时候故意不给他们用药控制了？没有证据不要乱说，否则我们可要一纸诉状告到顺天府衙，请求顺天府尹大人帮我们主持公道。哎呦，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没见过像你们这般不要脸的，还要去顺天府衙告我？谁不去谁孙子啊！我还要告你们草菅人命呢！济世堂的人让开，不许阻拦于太医为病人诊治。若是真的因此耽搁了病情，闹出了人命，本官可就是见证人。邢大人都开口了，还是不要阻拦了。再者说，我们济世堂来了这么多人，对韩王妃而言本就是不公平，还请那位于太医前去帮忙吧。什么不公平？说好的比试就是比试。韩王妃，你若是没有本事同时给5个人看诊，大可直接认输，接下来就由我接手。我1个人可为他们治疗，不必像你一般还需要旁人帮衬。韩王妃，你治疗的那个青年得的是类痛的症状，已经持续多年，不管用什么样的药都无法缓解。虽然难受，但是却并不致命。你应该先给旁边的那位老者看病，你再不帮他，他可就真的要死了。救救我吧！求求你们了！韩王妃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先救病情最是紧要的老人？你之前还说治病不分3、6、9等，如今倒好，放着病情更为严重的老人不救，反倒一心治疗这个年轻人。你还是回到王府后院，好好做你的韩王妃，不要再出来打着治病救人的名号出来招摇撞骗了。韩王妃，多谢，救命！没事，快躺着吧。这位吴神医，有理不在声高，有没有本事不是说2句风凉话就能决定的。你既然知道治病救人的时候要先救那些病症严重的，怎么看不出来我刚刚治的病人伤到了内腑，表面正常，实则内脏流血不止，命在旦夕呢？吴神医怎么不说话了呢？刚刚不是说的还挺带劲儿的吗？这病人还有劲儿大声嚷嚷，说明还能撑一阵。越是闷不作声，话都说不出来的，才往往是真的情况危急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吴神医怎么就不懂呢？你的那位师傅没有好好教导你吗？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，还是少说话的好，以免误人子弟。我下去换身衣服。吴神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还有病人躺着呢，你怎么好意思直接下去换衣服呢？难不成在你的眼中，病人的危机还没有你的衣衫整洁来的重要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娘不是好了吗？怎么现在却出现在这儿啊？韩王妃，我娘好转了几日，突然又开始发作，而且咳嗽的比之前要更加厉害了。再去吃济世堂的药，却怎么都不管用了。无极堂那边又没有开门，所以之前用了什么药？韩王妃，这是让你来看诊，怎么你反过头来询问我们了？姓吴的，床上躺着的是我的老娘。韩王妃问你们什么，你们赶紧说就是了。之前就是你们告诉我一定会帮我娘治好病的，结果吃了那么多的药，我娘不仅没好，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说是我娘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们全部打死，统统给我娘偿命。当初我没想去找韩王妃闹事的，是你们找到我，非说我这段时间花了多少冤枉钱，非说无极堂是多么的黑心，还说能够确保我娘完全康复。我真是信了你们的鬼话了，结果
我娘旧疾复发，你们用了那么多药下去了，我娘的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韩王妃，之前草民冒犯了您，草民愿意领罪，可草民的娘亲是无辜的，请您一定要治好她。韩王妃，那位老人之前用了百步、沙参和天冬，都是润肺养肺的良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倒是越吃越没精神，到现在已经是昏迷不醒了。这位老人得的是肺痨之症，初期用你刚才说的那几味药倒是对症，只是他拖延的时间有些久了。最主要的是他年纪大了，身体阴阳两虚，应该服用补天大燥丸，滋阴补阳，调理肺气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韩王妃指教。没想到我济世堂中混入了内鬼，哼！韩王妃可真是手眼通天呐！比不得你，本来就快要调养好的病症，硬生生的被你们给耽搁了。如今这位老人怕是时日无多了，早些准备后事吧。这是什么？韩王妃？不是我不救，而是有些病症非人力可挽回。你母亲得的肺痨之症本就是极为难以根治，而且容易复发。之前若是一直好生调养着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如今服用的药不对症，导致病情加重，耽误了良机。都怪我，大哥将娘交给我照顾，我却出了这样的差错。韩王妃，我大哥快回来了，求求您快想办法让我娘多支撑一段时日，至少也要让我娘和我大哥见上最后一面呢。大哥还有几天回来？估计还有半个月吧。我大哥是个商人，在边境做买卖。我可让你母亲多支撑半个月，只是需要用很多珍贵的药材，花费的银两也不少。而且你母亲还要忍受痛苦。好，花费了再多的银两都行啊，只求韩王妃能让我母亲再多支撑一段时间，恳请韩王妃帮我娘减轻一下痛苦，我不怕花钱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怎么可能啊？那老夫人分明已经没救了，绝不可能再延寿半个月。你这个庸医，你敢诅咒我娘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！行了，不要吵吵嚷嚷的，这里还有病人呢。给另外2个病人的药都准备好了吗？回禀王妃，都已经备好了。将肚子隆起的那个病人带到后面去，准备好弓筒，然后给他将药灌下去即可。至于另外一个，就在这里放着吧。那个人肚子那么大，莫不是怀了鬼胎吧？男人有孕，必定是做了亏心事，被小鬼给缠上了。韩王妃，这个男人是不是会生下一个鬼娃呀？男子不可能怀有身孕，他肚子隆起，里面都是一些虫子罢了。这人手指和膝盖的关节略有些粗大，身上还带着一股海腥气，应该是生活在海边，常年以捕鱼为生，而且本身有吃鱼块的习惯。生着吃鱼虽然鲜美，可里面会藏有虫卵，吃得久了，虫卵便会在人的体内孵化，形成各种寄生虫，喝生水也会有几率染上病症，所以一定要把水烧开了再喝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韩王妃果真是见多识广，看病人一眼便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比试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吗？还比什么比呀？韩王妃赢了个彻彻底底呀！比试还没有完成呢，当然没有分出输赢。那不是还有一个病人吗？韩王妃好像是刻意将人给忽略了，这是为何？不会是治不了吧？来人，把吴春来和济世堂这所有人通通的扣押。韩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不过是说了2句质疑的话，你这就要以势压人吗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和本王的王妃说话？把他拖至旁边的病人那里，让他睁大眼睛瞧瞧，他究竟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带来了京都。这病人怎么了？他患有心疾之症，前些日子刚发作过，现在快都掩住口鼻，离远点儿。韩王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要问问济世堂的人，你们把一个生了疫病的人带入京城，究竟是何居心？疫病？那人得的是疫病，那我们……你们竟然敢把生了疫病的人带入京城？济世堂只是不想比试呀！哎呀，这是想拖着整个上京的百姓共同下黄泉吗？韩王殿下，今日别院之中来了不少的人，每个人都有感染的风险，绝对不能让人轻易的离开。另外，必须得立刻……臣见过韩王殿下，按照殿下的吩咐，琼花别院已经全部封锁。另外，已经派人控制了所有接触过疫病病人的人，且已派人前往病人的家乡查探具体的状况。动作一定要快，把这消息散布出去，让全部的百姓加强防范。禁军分批分片的管控京城，若是有人身体不适，绝不可隐瞒，必须要及时的上报。吴济堂掌控着有关治疗疫病的药方，及时上报，积极治疗，便可以确保康复。若是刻意隐瞒，制造恐慌者，就地格杀。是，臣立刻传令。
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并不知道这人患有疫病，也不是故意把他弄入京城的。这场比试可算是分出了胜负。当初在洛城，的确是你研究出了治疗疫病的药方。不错。是吴某莽撞行事，损伤了韩王妃的名声，要如何处置，悉听尊便，绝无怨言。听你的意思，有人告诉你治疗疫病的药方不是我研制的？是。谁？这我不能说。那个感染疫病的病人是你故意带入京城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大夫，身为医者，怎么可能故意让疫病传播呢？你可以把我关入大牢，流放也好，砍头也罢，我都认了。可你不能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之前这人身上并无疫病的症状，是我医术不精，没有提前察觉。单单治你一个人的罪恐怕还不够。你们济世堂打压我的无极堂，肆意造谣，这笔账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算完的。小师妹这话说的不错，他们济世堂太可恶了，必须狠狠地惩治他们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小师妹啊，我们两个不是早就心有灵犀了吗？来人！小师妹，你找的这个夫君好凶啊！师兄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你真的是我师兄？这还能有假？师公特意把我从山里面给薅出来的，我这才知道自己竟然有了一个倾国倾城的小师妹。早知道你生得如此美貌，5年前我就来抢亲了。小师妹，你看他这么凶，平日里不会家暴你吧？要不你把他毒死，我们两个私奔吧。我下药，你端碗，我按他凶你往里灌。你放心，师兄这个人不仅有颜还有钱，你改嫁给我，妥妥的。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我师兄了。韩潇，无妨。不过口说无凭，你说你是我师兄，总要有件信物吧？小师妹，你想要看信物，直说就是了，怎么能暗中下毒呢？你就不怕把师兄我给毒死了？还好师兄我有内力，医术高，不然你就要失去我这个英俊潇洒、有钱有颜的师兄了。没毒死，看来你这个师兄应该是真的。不过我还是要看信物。信物没有，信件倒是有一封，你看看吧。师公啊，你可真的是我好师公啊。怎么样，小师妹，考虑好了吗？你改嫁给我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八宝和周周，那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，我想把他们两个当亲生的孩子对待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改随他们的姓。师兄，别闹。师兄是认真的，你要是还有后顾之忧，我立刻给你未来的公公写信，不仅我改，他也得改，让他开祠堂改族谱，从此以后我们蓝家就姓楚了。你想得美！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，你以为我愿意姓楚吗？那可真是委屈你了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先把正事办了。师兄，师公现在人在何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之前师公收了我父亲为徒，却嫌弃我父亲只会挣银两，一身的铜锈味，单方面把我父亲逐出了师门了。多亏了小师妹，不然师公恐怕还不会想起来理我呢。云兰，这个兰若当真是你师兄吗？我这个师兄当然是真的了，云兰早就认下我了。啊？有吗？小师妹不用不好意思，之前我们两个不是暗中打过招呼了吗？有吗？你忘了，我给你送了紫色的牡丹呢。这我倒是记得，不过这跟打招呼有什么关联啊？之后我们初次在宫门外，我不是还穿了一身和那个牡丹一样颜色的衣服吗？我送给你的牡丹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品，小师妹必定是识货的，拿在手中日日赏玩。而我穿和牡丹一样颜色的衣服，寓意着我这个师兄早就是小师妹的掌中宝了。小师妹，在宫门口前你还看着我笑呢，那牡丹呢？如今是不是还被养着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前2天不小心被我踩坏了，如今应该是入土为安了。无妨，我再给小师妹送就是了。小师妹，我可以为你建造一座牡丹园，到时候……好了好了，说好的先办正事呢。小师妹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查探，我总结了一份名单，你瞧瞧这名单上面记录的人，都是看你不顺眼，想要跟你作对的人，大部分都是和药材有关的商人。我不光摸清了他们的家底，还知晓了他们所掌握的药材商路。你一声令下，那这些人明天一早就会出现在上京街头讨饭了。云兰，不用理他，那些人我已经全部的扣押住了。蓝眼，你……我怎么了？没想到吧？
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搜罗起来，为的就是方便我小师妹一网打尽。每天和你们演戏，看着你们出钱出力，透露了所有的底牌，还洋洋得意，我忍笑也是忍得很辛苦的。就你们这些小喽啰，是怎么好意思跟我小师妹作对的？我师妹分明给你们留了一丝活路了，你们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要联合起来对付她，实在是狼心狗肺。我当然要先把你们搞死了。云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师公之前受我所托，联系人手，帮我监督着向越奴售卖药材之事。为了和无尘大师较劲儿，暗中联系了以前收的徒弟，兰家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位兰若就是我师公徒弟之子，也就是我的师兄。真是没想到，医生和兰家竟是有着师徒之情。草民兰若见过皇上，想来旁边这位就是德贵妃了，难怪我方才瞧着二位气度非凡呢。你既是云兰的师兄，自然也就是朕的晚辈，不必这般多礼。多谢皇上。师公在联系师叔们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些药材商人们的异动，为了防止这群人给我捣乱，便让我师兄将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想着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所以说，这济世堂是故意开办的。是，一来是为了从这些人的身上榨银两，二来也是为了和无极堂做个对比。没有济世堂的衬托，众人怎么会知道无极堂有多好呢？包括后面的这一场比试，也是为了让小师妹名扬天下的。皇上有所不知，这些商贾打的主意十分恶毒，他们一边赔钱低价出售药材，污蔑抹黑无极堂，为了这一场医术比试费尽了心机，连吴春来都给请出来了。知道此人性情刚正，便在暗中给他捏造了很多的证据，说小师妹欺压太医，抢夺功劳，还在各处搜罗了患怪病的病人，为的就是想尽办法让小师妹输掉比试。朕看到了。还有一些事是皇上没有看到的，这些商人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他们早就在暗中商议，妄图彻底取代无极堂。一旦他们的主意达成，济世堂就可以铺满天下。到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垄断药材商路，还掌控着天下的医馆以及众多医者的命运。现在亏损的那些银钱，将来都可以千倍百倍的赚回来。还有一点，他们暗中联系了越奴那边的人。这些人的心是真黑呀。小师妹，我们兰家跟这些黑心的商人可不同，尤其是我这个铁定的兰家未来的家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单纯、好骗、恋爱脑。云兰，你看看韩笑，英俊专一，武功高。蓝公子，那些心怀叵测的商贾已经被扣押，这边还需要公子帮忙录个口供。另外，若公子手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，也请一并交给本官。证据倒是还真有一些，等会儿我让人。一想到这些人意图谋害韩王妃，本官就觉得怒火中烧啊！别等会儿了，公子立刻随本官去审一下那些商贾。您请。我的手帕！飞将哥哥，这都可以抓住的。哎，小主子，手帕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飘过来的，不干净的。哎呀，还是风筝好玩，可以飞到天上。你这护卫好生大胆，竟然敢毁了本郡主的风筝，该当何罪？韩王殿下，见到多年未见的表妹，你是不是该上前好好打个招呼？云兰，你吃醋了？哼，我吃什么醋？你就是吃醋了。喂，你这护卫好生没有礼貌，没听到本郡主在问你话吗？毁坏了小姐的手绢是属下的错，愿意照价赔偿。哼，说的倒是轻巧。一匹丝绸不值什么钱，可那手绢是我最心爱的，那就是无价之宝，你赔得起吗？喂，看你衣着不凡，仪表堂堂的，可是这群护卫的主子，你的护卫犯了错，你是不是应该管一管？不是。什么不是？你问我是不是这帮护卫的主子，我回答你了，不是。你唬我呢？你不是这群护卫的主子，那谁是？主子，刚才是属下的错，毁坏了这位小姐的手绢，还要劳烦主子为属下出面，商定一下如何赔偿。夫人，赶紧的把事情解决了，我们还要去坐船呢，孩子们都快等不及了。想来这位便是西凉的纳兰郡主了吧？不错，我便是西凉的郡主纳兰武。你们是何人？怎么养出如此不知规矩的护卫？你应该称呼我一声表嫂。放肆！什么人都胆敢当我的嫂子吗？你可知我的表哥是谁？那可是大周朝的韩王殿下。我表哥不仅领兵如神，还爱民如子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我虽不知你是何等身份，只是提醒你一句，可不要随便乱攀关系，给自己招来祸患可就不好了。那就请领兵如神，爱民如子，还深受百姓爱戴的韩王殿下，跟你的表妹好好解释一番吧。纳兰武，你真的是表哥吗？我刚刚实在是太失礼了，竟然没有一下认出表哥，
还请表哥勿怪。来人，把纳兰武带回去，交给西凉王和西凉王妃看管着。另外派遣个嬷嬷过去，教导他大周朝的礼仪。表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的表妹啊，为何你要让嬷嬷教导我大周朝的礼仪？你是在嫌弃我不守规矩吗？带走。王爷，王妃吩咐了，说有表妹的人不能上船。今天是皇贵妃大喜的日子，我这个做兄长的应该敬妹妹一杯才是啊。西凉王远道而来，恭贺本宫敬位之喜。此番心意，本宫领会了。事前总听父王说，姑姑是整个西凉的明珠，还说我与姑姑在眉眼之间有几分相似。姑姑仔细瞧瞧，如今的武儿可有资格从姑姑的手中接过西凉明珠这个称号？本宫怎么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西凉明珠的称号？皇上听说过吗？西凉明珠，明珠一般比不得皇贵妃的明月之子。前些时日南海来进献的那一批南珠呢？皇上您忘了，小郡主前些日子颇为喜欢穿珠子的，您让人打了孔给小郡主练手去了。昨日奴才看见小郡主和小郡王在御花园里面打弹珠，用的约摸着就是南珠。那就给八宝和周周拿去玩吧，也并非什么稀罕物件。多年不见，你倒是长大了。既然喜欢西凉明珠这个称号，本宫正式赐封给你就是了。以后你就叫明珠郡主吧。姑姑，我刚刚只是开玩笑，哪里敢跟姑姑抢称号？谢恩吧。姑姑赐给了我明珠的封号，单单是行礼，无法表达我心中的激动之情。只是身为晚辈，我所有的东西捧着放到姑姑面前，肯定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，只能倾尽本领给姑姑献上一支舞，一来表达心中感激，二来向姑姑送上祝福，还请姑姑应允。云兰，你之前便说对西凉的风俗颇为好奇，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瞧一瞧。西凉的女子个个能歌善舞，想来这位明珠郡主也是不差的，待会儿可要好好的欣赏欣赏。是，儿媳沾了母妃的光，今日有眼福了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一直没见八宝和周周啊？两位小主子说要为皇贵妃准备礼物，皇上命人照顾着，主子不用太过担忧。什么味道？竟香得如此奇异。确实是很香啊，好像是从明珠郡主的身上飘出来的。这舞跳的倒是不错啊。皇上，西凉大祭司刚刚口吐鲜血，这会儿一直想着求见皇上。西凉大祭司，既然是想要见朕，那么就把人带上来吧。凤女将，万事吉，龙凤和，事永昌。皇上，世间的凤女降临了。凤女？不知道你口中这凤女说的是谁啊？见过凤女殿下。我吗？没错，之前老朽便捕测到有凤女降临，只可惜那股气息若隐若现。如今闻到那股异香，终于确定郡主便是凤女。大祭司之前倒是提过凤女这件事，没想到今日竟然卜算到了。只是小女不过是郡主之身，虽然和韩王殿下算是表妹，可也当不得凤女二字吧？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差错？命格乃是天定，不论出身不看身份，郡主的确是身携凤命，若驾驭真龙，必定龙凤祥和，自成祥瑞之兆。今日乃是皇贵妃晋封大喜，没想到我儿竟也沾了您的光，知晓了自己竟然是凤凰命格，这也可谓是喜上加喜，双喜临门了。既是喜事，总是不嫌多的，我便斗胆向皇贵妃提议，不如就让我儿嫁给韩王，再添一件喜事。不知道皇贵妃意下如何？大祭司，帮着我看看，我有没有凤凰命啊？你这……大祭司刚才不是说明珠郡主身负异香，有凤凰命吗？我觉得我现在也挺香气飘飘的，你看我像不像是有那凤凰命的？明珠郡主的香气是身体自带的，生下来身上就带香味儿，那不是作假就是中毒啊！哎，大祭司活了这么多年，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明白了。明珠郡主真的一生下来就身带异香，那是否可以让下官诊脉瞧瞧啊？有病早治，早治早安心啊！放肆！你个太医，怎么敢如此与主子说话？在下乃是太医院的太医，官职为正五品。如果下官没看错的话，西凉王乃是正一品的异姓王。虽说这品阶比下官要高，可实质上也是皇上手底的臣子，也就是下官的同僚，大家伙都是一样的。
为皇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，怎么还牵扯到了主子不主子呢？西凉王和西凉王妃总不会有这不臣之心吧？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我没有，你别乱说啊！我这不是顺着您的话往下说呢吗？实在是下官才疏学浅，不大明白王妃口中那个主子到底怎么来的，朕也想知道。皇上，从西凉到上京一路车马劳顿，王妃颇为精神疲倦，昨天夜里还身体不适，一时迷糊说错了话，还请皇上受罪。臣等自然是皇上的臣子，忠心耿耿，绝无二意。皇上，都是五儿不好，还请不要责怪父王和母亲，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？我本也以为和西凉王是一家人，只是没想到，本宫把你们当亲人，你们却时时刻刻的想算计本宫。皇贵妃误会了，我们哪敢算计啊？哼，是吗？刚刚大嫂说让纳兰武嫁给韩萧，本宫怎么不知道西凉什么时候改了风俗？男子有正妻的情况下，还能再娶他人？臣妇一时失言。希望大嫂是一时失言。本宫只有韩萧这一个儿子，韩萧也早已经向本宫表明了心迹，此生只会迎娶云兰一人。之前皇上也已经答应，从此往后不会去管韩萧的后院。正好借着今日这个机会，文武百官都在场，也一并做个见证。不错，能够迎娶慕云兰，实乃是我人生的幸事。我楚韩萧万分珍重这缘分，绝不会再娶他人。臣等恭祝韩王、韩王妃白头偕老，子孙满堂。云兰，你是怎么了？太医，赶紧过来帮韩王妃瞧瞧。啊，母妃，儿媳没事儿，就是被这味道熏得有点头疼。还不赶紧把殿内的味道往外驱一驱？想要攀附荣华富贵，大可直接说就是了，偏偏弄出什么身带异香，这多熏人呢！是啊，明珠郡主也一并出去吧。您不是天生就自带香气吗？别熏坏了韩王妃啊！韩王妃大可不必这般善妒，我也只是提议让五儿入韩王府，事情还没定下呢，你不用费尽心思提前针对他。西凉王妃说这话，我们可就不爱听了。你女儿身上的味道熏不熏人，长了鼻子的都能闻得到。韩王妃被熏得受不了了，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？没错，还有什么叫提前针对啊？韩王妃心思纯善，宽容大度，那可是备受皇上称赞的。别说韩王妃只是被味道熏得受不了，哪怕她真的针对了明珠郡主，也必定是明珠郡主做了什么让人难以容忍的事啊。我们大周朝有句话说得好，多反思自己，少苛责旁人。不知道西凉王妃和明珠郡主听不听得懂呢？这意思就是有事多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，别张口就胡乱的攀咬他人。韩王妃多无辜啊！你们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偏袒了，我的女儿可是天生凤命。前朝还在的时候，那些所谓的祭司天天宣扬着皇族乃是神子，最后被砍头的时候还是碗大那么一个疤。什么天生凤命不凤命的，即便这世间真有凤凰，那也应该是做了那么多善事的韩王妃，而不是随便冒出个身上带香味的。刚刚于太医可是证明了的，那香味不过是香粉调和，一瓶药粉下去，别说是人了，随便跳出来一只猫猫狗狗的都能香气扑鼻了。梁竟然还有大祭司，我还以为这类人早就被杀得断根了呢。真是难得呀，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个活的。不知道大祭司能不能算算你自己，我这一拳下去，你到底会不会死啊？这都什么年头了，竟还有人相信这些玄学。小郡主慢点跑。哎呀，走开！你们不要跟着周周，周周真的要生气了。啊，华爷爷，你最厉害了，你快点下令让他们走开，不要跟着周周。有时候吧，这玄学也不能完全不信吧。没错，身带异香都能被说成是身负凤命，那招降小郡主能得百兽扶手，命格得有多贵重啊！有道理，我们得理智的相信玄学呀。之前皇贵妃前往广度寺祈福，引来仙鹤，献上祥瑞。如今皇贵妃晋封之喜，有百兽前来恭贺，又是大大的吉祥啊！礼部尚书说的有理，应该命令宫中画师将这祥瑞一幕绘成画色，长久的保存才是啊。这个提议极好啊！周周不怕，这些蝴蝶和鸟兽是喜欢你的。周周以前不是很喜欢抓蝴蝶吗？周周以前喜欢是因为不知道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呀，
现在知道了，这都是一群大虫子，太吓小孩了。周周说的是，黄爷立刻让人把这些蝴蝶都赶走了。老大大，快进来！宝宝和周周准备的礼物，祖母极为喜欢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娘亲没事儿，喝点水就好了。云兰，这宴会也进行的差不多了，你若是不舒服，就先回去歇着。母妃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上，这宴会进行的也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就……皇上，不好了，慈安宫着火了！立刻派人去救火。皇帝是在找哀家吗？太后，你疯了！看着往日的仇敌，如今一步步的走向皇后之位，哀家怎么能不疯呢？太后，你对我不满，就什么事都冲着我来，不要牵连到无辜之人。无辜，哀家会落到今日的境地，和那个废物楚景远脱不了干系。废太子的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和他之间再有什么恩怨，也不应该牵连无辜之人。无辜之人，这个小贱人肚子里怀着的可是楚景远的孩子，是个孽种。常言道，父债子偿。楚景远既然已经死了，哀家要再报仇的话，找他的子嗣有什么错吗？太后，你现在把人放了，就还有着活命的机会。你若是不放人，可就别怪朕不顾念最后的情分了。顾念最后的情分。哀家是你的嫡母，你却以为国祈福的名义把哀家囚禁在慈安宫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顾念情分？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放肆，竟敢对皇上不敬！哀家是太后，是先帝的正妻，是皇帝的嫡母，母亲训斥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是皇帝百般不孝，囚禁嫡母，罔顾孝道，应该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皇帝的真面目，知道他是何等不孝不悌的奸贼。看来太后是打定主意要和朕撕破脸了。是又如何？那就要看看太后有没有命活着离开这慈安宫。傅明雅的肚子里怀着的是楚景远最后的血脉，你那么疼爱那个儿子，他人都已经死了，你不帮他保全这个孩子？太后自己都说完了，朕那么疼爱楚景远，可他最后还是死了。那么你觉得朕会为了一个还未出世的孩子，对你百般忍耐？你果然是个冷血无情的怪物！现在马上准备马车，立刻送哀家出宫，哀家就放过傅明雅。可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哀家就立刻杀了他。明宫坚守准备，傅明雅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任何一方有事，立刻将逆贼射杀。果真不愧是皇帝呀，足够冷血无情。好，今天有皇室的血脉为哀家殉葬，哀家也算是值了。就带着傅明雅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。做得不错。汉王妃，你抱这两个孩子太辛苦了，交给奴婢吧。好臭！他是刺客，抓住他！把人找出来！韩萧，穷寇莫追。刚才逃走的那人应该就是傅岩。我与父皇都已经派遣了人手，紧盯着慈安宫，除太后之外，并未发现其余人。没想到他当真的藏在这里，还闹出了如此大事端。他故意这样，就是为了搅乱大周朝。皇上，贼人已经尽数伏诛，奴才等人立刻灭火。有贼人刺杀太后，导致了太后薨逝，朕心甚哀，必定穷尽大周朝之力追查刺客，将刺客以及其幕后主使碎尸万段。另外，这火就不用灭了，把这个奸妇拖到池塘那边，过下水，帮他醒醒神。是。皇帝，你敢？朕看这个奸妇还没完全的醒神，再把她扔下去洗一洗。哀家是太后。太后被贼人刺杀，已经是葬身在火海之中。你不过是一个勾连刺客、私通奸细的奸妇。回禀皇上，慈安宫内部查出了火油的痕迹，因此才在短时间内烧起了大火。另外，并未发现逃走的刺客，却在角落靠墙的地面上发现了一条地道，地道已从内部塌陷，完全封死。难怪找了那么久都没找着那个傅岩，原来他竟藏身在了皇宫秘密的地道里，而这个地道入口竟然在慈安宫。
火油应该是由兵部的兵器司掌控，立刻派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去查，一定要找到其源头。是。皇帝，你想知道吗？你会老实交代？为什么不交代？你问问你的皇贵妃呀。这件事情和皇贵妃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？运送火油入京交到哀家手上的就是他的兄长和嫂嫂呀。你胡说！他们两个纵然要为自己图谋，可也不至于犯下这杀头的大罪。你不信？好好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当年你害死了我儿子，如今你想当皇后，你的儿子想当未来的皇帝，哀家不许。皇上，有关于火油的事情，可要让人去把西凉王叫过来问询呢。皇上，您该怎么查就怎么查。若是臣妾的兄长真的犯了糊涂，勾结了奸细，不用皇上动手，臣妾会亲自出手处置他们。儿臣愿意亲自调查此事，必定是把其查得水落石出。查什么查？不过是区区贱妇的攀咬之词，也只当这般大动干戈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出来这些，无非是想着挑拨朕对皇贵妃以及老三这一家的信任。朕既然清楚你的目的，为什么还要上当呢？火油的确是西凉王带入境的，你一查就清楚。是又如何？东西不分好坏，关键是人怎么去使用。是你利用这火油点燃了慈安宫，给百越奸细制造机会，事实万分的清晰明了。朕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。至于其他人，朕想要罚谁，还非要确定真相。皇帝，你和先帝可真是天差地别呀。先帝是先帝，朕是朕，自然不同。先帝这晚年胡乱猜疑，导致了皇子的争斗越发惨烈。可朕不是先帝，已经经历了一遍那样的残酷的时光，就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朕相信韩萧和云岚，更相信皇贵妃。你信他们，信外族之人。皇帝，你会有报应的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朕现在记性不好，记不清什么时候给你脸，让你一个奸妇也敢用这样的语气与朕说话。把这个奸妇拖下去，直接杖毙。皇上，直接杖毙是不是太过残忍了一些？要不然还是赐白绫吧。是啊，赐白绫也好，赐毒酒也罢，总好过杖毙啊。宫里的刑罚，皇上也是知道的，一棍子一棍子打下去，生生把骨头都给打断了，着实是有些残忍。尔等不用再说了，没有把这个奸妇凌迟处死，已经是朕格外的开恩了。父皇，今天本是母妃晋封皇贵妃的大喜之日，却硬生生的被眼前这人给搅和了。仅仅是杖毙，是不是太过便宜他了？那云岚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儿媳平日里除了研究一下医术和毒术之外，对酷刑也是有些了解的。剥皮、腰斩、车裂、锯五刑、凌迟、易手、烹煮、宫刑、月刑、插针、活埋、镇毒、棍刑、锯割、断椎、灌铅、弹琵琶、抽肠。父皇比较倾向于看什么样的刑法？这弹琵琶是什么刑法？听着倒是颇为雅致。这个刑罚说起来颇为简单，只需要把人吊起来，然后掀起上衣，用尖刀沿着肋骨来回的弹拨。据说越是皮肉鲜嫩、养尊处优的人，用尖刀拨到骨头上的声音就越发的好听，因为和弹琵琶的手法颇为相似，故而有了这个名字。你这个贱人，也敢这样对哀家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父皇刚刚已经传下了口谕，皇祖母被奸细所杀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勾连外贼、试图作乱谋害皇上的贱妇罢了。说起来，我和你之间的旧怨不止一桩了。当初我还未出阁之际，你就暗中指使我身边的下人，散布楚寒萧杀人如麻、性情冷酷的传言，暗中授意柳姨娘和穆锦柔诓骗着我与人私奔，甚至毁掉容貌。除此之外，你让穆锦柔以正妻之礼嫁入韩王府，践踏我的面子，让我们姐妹相残，之后对我百般为难，先是质疑八宝和周周的身份，而后又想办法谋害他们的性命，更是与太子等人暗中勾连，算计我们一家子人的性命。更不要说你之前对我母妃百般的为难，对韩萧诸多虐待，每一桩每一件
都足以让我对你恨之入骨。我觉得弹琵琶极为合适你。